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吉普的 4S 店旁边有个虎克定制啊，这应该就是高劲松他们用虎克之路啊攀爬的这些车啊，我们下车看看这些车啊都是啥样的啊。尤其这辆升得很高的啊，我们的丰田放在旁边应该气势也不差，挺好的哈。这里边这都是改的非常极限的了，这里边都是加了防滚架的啊。挺好的，这还有2门的牧马人，这都是些素车的牧马人，就这些了啊，就这些车了，还有几辆自由光。我们的车放在它旁边，应该也不输气势吧？啊，这个就是中国只有这个，这个叫715，715的715，这个 logo 呢只有后面。这和悍马差不多嘛？是不是悍马的眼睛这么宽？这个它现在还能开啊，这是你比如说塞炮的，塞那些炮弹工具的，塞工具啊啥的。然后这一块呢，你看，这是挂铁条斧子的，你看吉普只有后面。哦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只有吉普后面，前头没有任何 logo。GP 看到？这一块呢，等于用旧道具呢设展示，这都是我们修这个虎克之路的时候一个采样。对。这一块呢，就是虎克之路的一些由来和介绍。这修了多长时间？大概？这个第一条虎克之路是这样的，就是当时呢，第一条线路呢，我们修了接近3个月，啊，对外宣称的是2个多月，前期的勘探啥的都没算。那么当时修的时候呢，就第一天呢，请了一个挖掘机司机，然后干了1天呢，人家就跑了，对吧？他有20多年的施工经验。第一，岩石比较硬；第二，人家觉得你们神经病。修路还不让修平了，我们这个修路呢，全部都是在泄洪沟里，看到对山体呢形成最小的一个破坏。对啊，为啥对山体几乎没有破坏？就是说，你泄洪沟嘛，它是流水的地方。那么这样呢，当时这个地方不毛之地有很多的砂石场，我们去了等于间接做了环保。因为砂石场就关了。对。那么这种泄洪沟里呢，有2个乐趣，一个乐趣呢就是每次下完雨之后呢。路线会不一样，会把多余的石头稍微打掉一些啊。另一个呢，就是说，你呢，有时候还得去整，它有时候会填平。那么第一条线路修完之后呢，就一下就火了。那么其实第一条线路叫虎克之路。那么火了之后呢，在网上有了名之后呢，大家就把这个地方都叫虎克之路。其实现在已经有30条线路了，有简单的，有难的，有复杂的，都有。那么当时在15年修好之后，被一个导演发现了，那么他就有一个抑郁症的老师，他就让我带他走一遍，那就拍这个7公里纪录片，16年完成，当时获得了10个奖项。后来由于出了一些状况，再没参展。这是7公里的一个介绍，这是当时玩车的一些镜头。郑钧布衣都来了，我樊登。综艺这个呢，就是咱们家的湖，这3道湖。其实你应该去这儿，离这儿远吗？200公里吧。在什么地方？在南面是吧？澄清寺在南面。这个就是巴丹吉林沙漠。你要爱玩呢，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巴丹吉林，地球上最高的沙漠。肯定要去的。然后这一块呢，我们有一些国外自驾，这是国外去的泰国，这是去的贝加尔湖。但是贝加尔湖现在中国人太多了。这就是卢比卡 Trail。这是我13年去卢比卡 Trail 自驾的时候，一些照片。当时租的这辆车，这是牧马人的外钩这个叫外钩，很小，小方灯的是吧？小方灯的，这是外钩。那么当时呢 ，A、B、C、D 4个组，我在 D 组菜鸟组就有这么多车，就这么多车。那么卢比卡 Trail 呢？
当时我走的时候是崩溃的，技术也不行，车也不行，大概是20几公里路，我看第一天是走了20多个小时，啊，蛮崩溃的，蛮崩溃的呢。后来呢，我是13年走完之后，我就在美国买台车把它改出来了。改出来之后做了一个6寸的身高。6寸身高，我再走的时候啊，6小时就过去了。很简单。它是啥呢？它罗比港 Trail 呢，坦诚的说呢，它虽然是这个越野圣地的开拓者，60多年的历史了，但是它主要是连接了加州和内华达州，并不是太难度上最高的一条线路，只是它有纪念意义。对。而且呢，它过去正好是内华达的太浩湖，所以美国人喜欢去那玩去折腾。后来呢，吉普詹姆瑞在组织活动的时候，35寸以上的轮胎呢就不让参与了，对，因为它没什么意思，对啊。然后每年呢，我们跟国外有很多互动。这个是美国的高手和我们去的时候，啊，他的俱乐部叫 Just for Fun， 就是只为玩的四驱啊。那么他呢来的时候呢，这是他玩的一些场景，还给我们一些东西。那么这一块呢是红石俱乐部。就是我刚才说的老爷子，他们是在磨牙，有53年的历史。他们把采金采油的路，当金矿和油矿枯竭了之后，他们把采金采油的路有4条线路，他们做成这种越野trail，每年有几百万台车去那里朝圣啊。那么这一块呢，正儿八经他把这个运动推向了全球。那么他呢也来这儿玩了，然后送衣服，这种劲松膏，然后送啊。这是他玩的一些场景，这是雷神之锤和我们在虎克之路在美国发布的时候的一些场景，这都是文化。然后这就是磨牙，当时我买这台车呢是把它改成蓝色，后来拍照不显眼，我就把它改成绿色、红色，车标都改成红色。磨牙我们玩一些场景，这边呢是一些公益的一些板块。那么我们在沙漠植树呢植了11年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玉树呢，给员工付着双份工资，他们缺老师的时候去支教。那边呢，就是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会带图书字典、玩具，还带投影仪和幕布，给孩子放上电影，藏学孩子。然后这边呢是有好多，宁夏不是这个县固不适合人类居住嘛？等他们迁出来之前，给他们房子。老年人和房子拍老年照，等出来之后再把照片送过去，告诉他们煤气灶怎么使，红绿灯怎么看，每年在做。这个呢，上海有一个残障的孤儿院，我们无意中认识这个院长，反正每年春节呢过去帮着看。企业责任。这一块呢就是吉普大会的一些图片，这个呢就是客户来修车的时候可以健身、打台球。也可以偷懒玩别的，角斗士吗？这是？这不叫角斗士，这是我们家自己改的车，老款的是吧？老款的，不是俱乐部，楼上的这个多功能厅，可以开会，可以看视频，员工吃饭在这里，就是一个徽章。那么1941年，吉普的原型车威利斯，我的570开拓了虎克之路，这后面我们有一定的行为约束，还有编号，简单的一个行为约束。然后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专利，就是可以修车，可以扳手，可以吃饭，做西餐餐具，做了很多，包括 T 恤等等。这都是文化，其实这是在开创文化，开创中国。喜欢了就玩。对。然后这个就是拿这个做的表，哇塞，然后1941，这个很棒。哎呀，然后还有太有文化了，这。还有这个酒起子，也是活塞设计。对。不虚此行。然后这是虎克之路那个蚂蚁，我们就把它焊，虎克之路石头焊成了小蚂蚁，这是捡来的枯木，就把它种上多肉。这是和别人合作的狗集，行了。对。哇，这个好。摇椅，这个好。连买带送。这是用吉普 logo 我们设计的做的名片夹。名片夹。这个就是做的虎克之路的酒起子。哇塞就是喜欢玩嘛，对，就玩了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中国的汽车文化太缺乏了。这边就是一个俱乐部的一样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改装车。
然后这个就是国内第一台地狱猫的发动机的牧马人。哦，那个也是，那是6.4，对，那是我们做的一辆改装的皮卡。地狱猫的发动机。这个是几寸啊？我看看，这是6寸。6寸。啊，这6寸。这个胎的直径，这个是多少？这个是40。这个42，这个是38的38，这是我第一台牧马人。哦，第一台啊，现在把它改成高总第一台啊。然后这都是我们公司的。啊，因为我把猛禽改成这样，可以飞车的。啊，巴哈的。然后那个是我们这做很多的活动，这个国内唯一的一台赛托斯奔驰的。那是5500改成这样。非常棒。后边还有几台是吗？后面他们今天做活动，我的570在里面了。拍拍您的车呗，一会儿要不？我们去拍去了。您说在哪？我过去行，不用你。第二车，这是柴油的吗？手挡的。手动挡。哦，手挡的。第二台车啊，高总的第二台车。手动挡的牧马人。柴油版。柴油版的啊。6PK。那边车棚。在这儿。现在这台。这个是第3台，刚才地狱猫应该是算第4台。开高总的第3台牧马人。就是他开拓的虎克之路。刚从车上回来，让他都整一整，然后就开始。这个太漂亮了。千疮百孔。太漂亮了。暴力啊！暴力美学。这里的太阳实在是太猛烈了啊！我们呢现在从这个 4S 店啊，我们游览完之后，我们去这个虎克之路看看啊，应该还有3个多小时的路程。拜拜，是不是到此一游？应该从这边就能进去了。这个我们过不去啊，这个车，我们的车过不去。